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6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北京疫情持续升高，牛皮快吹破了啊。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那么为什么？因为北京出现的疫情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啊。先讲情况。北京市连续56天没有本土新增病例，然后到了6月11号出现的第一例就是新发地农贸市场。新发地农贸市场其实发现这一例其实只是冰山一角。那么6月12号6例，6月13号36例，6月14号36例，6月15号27例。那么截止到15号，那么北京这一轮我们讲这小规模的爆发那么一共是106例确诊患者。那么然后呢，中间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中间还发生了6月14号广外天桃红莲市菜市场1例确诊，6月14和6月15号海淀玉泉东路玉泉东市场3名确诊全3名确诊。然后6月16号又有2个市场传出来疫情。那么这个病毒随着这个货物的进销链条传播的这个情况是很明显的为什么？因为对，就是新发地农贸市场规模实在太大，规模不是一般的大，亚洲第一，基本上很多货源，基本上80%，北京市覆盖80%。你要知道覆盖80%什么概念？北京是个2000万人口的城市，一个市场能供应北京80%的农贸产品的需求，它是个非常大的规模那么很多农贸市场实际上是从新发地批货去卖的所以他们之间有业务往来。然后各个餐馆是从这个农贸市场进货的。所以大家想一下这中间的情况非常严峻。然后中国疾控中心CDC 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6月15号说，他这么讲，他说由于北京在11号出现疫情之后，12号、13号很快响应，这些措施是及时的有效的。对于那些已经感染的病人，如果要发病的，应该在明天、后天这2天就发病。如果明天、后天就是16、17号不会大幅增加，那也就说明这次疫情就基本稳定在这个规模了。这个说法非常不负责任我跟大家解释原因在哪里。这个不负责任的说法，因为他作为一个流行病学的专家，他这样讲这个话呢，第一，他掌握的情况是很多的；第二，他讲这个话完全不具有流行病学的规则为什么？4点、5点。第一，大家想一下，新发地是个什么？是个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它要把东西分销出去，那么很多人他是个做商。大家知道农贸市场是做商。什么叫做商？我就是打开门，各地的商贩到我这里来批货，这叫做商。行商我就是跑到马路上去卖东西，那叫行商。中国有2种商业模式他做商迎来各地的客商。新发地一天的客流量有多少？15万到18万，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字这15万到18万有什么情况呢？有各个菜市场
啊，各个菜市场、小规模的菜场、超市、餐厅，甚至私人都会跑到那去买啊，这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货源。那你想，如果你是从超市往那边批货的话，那意味着什么？你这货人到这边来，跟他有接触感染，你到那边去面对你的客户啊，这是个非常非常庞大的链条啊，庞大的链条。所以这个链条会不会最终跑到哪里？居民家里？因为你想一下，超市从你这里批的货，有很多小超市，在你拿了货到他的门店，从门店再去接触居民，中间涉及的有多少人啊？这个链条是非常庞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目前为止，北京市现在还只是没有发现其他地方没有这个感染没有并发的案例，但是并不是说谁也不能保证其他地方没有案例，或者是那种没有症状的病例啊，所以这是第二点，就是第二点，你现在说，哎，我现在遇到的所有的病例都是和新发地有关，但是其他地方呢？其他地方有没有症状的病例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啊，时间非常重要。中国官方公布的是6月11号新发地出的第一例，那么也就是说，这第一例最迟的感染时间是6月3号，我们往前推7天时间，那就是6月3号。6月3号，那么6月3号他感染源在哪里？我们且不说啊，我们先说他感染。他感染从6月3号到6月13号，新发地农贸市场是几号关闭的？是6月13号关闭。从6月3号感染到6月13号，新发地这个菜市场、农批市场关闭，中间有10天时间。那么一天是15到18万，那么中间有多少个传播？大家知道是什么级别吗？这是非常大的级别。好，我们再说，这还没有完。从6月14号新增的病例当中，发现多名新发地的工作人员，其实在6月4号已经出现了病症。6月4号出现的病症的话，你现在再往前推，6月4号往前推是多少时间？是什么时候？5月28号，也就是说，甚至更早。那么也就是说，5月28是什么？5月28是两会结束，也就是两会结束之前，他们已经感染了。那你再把这个数字再打进去，把这个量再打进去，这是个非常庞大的数量。也就是说，5月28号以前，新发地就已经发生了感染。这个是一个农批市场，已经发生了感染，就是5月28号之前已经发生了感染。如果按照这个时间来推算，大家就知道。北京现在对5月30号以来就是以后和新发地市场有密切接触的人员进行核酸筛查，但实际上5月28号以前，新发地农批市场里面已经出现了感染，所以5月30号以后你才检测的话，实际上它是有漏测的。大家别忘了。漏测2天差多少人？至少30万人。当然，我觉得这30万人会有重复，20万人吧，20万人有漏测。漏测什么概念？所以，除非你是真的要全覆盖，那你就要在5月28号以前和新发地都有关联的人都必须筛查。52报，如果你打个余量，5月25号以前都要进行筛查。那你后面的延伸出去的人口有多少？我不知道啊，那大数据啊，大数据。
那么6月11号，这个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召开这个疫情防控小组，要求从严从快展开病例流行溯源，追溯时间要足够长，密接范围要足够准，确保不漏一人啊，提出这样的要求。然后呢，6月15号，北京市卫健委发言人高晓俊说，这个新发周边小区4.6万居民全部要进行筛查啊，筛查就是核酸检测。然后北京市委组织部徐颖他说，全国北京全市各社区全面展开敲门行动啊，通过张贴告示、上门询问、电话、微信联系的方式，那么排查5月30号以来曾经去过新发地的人员近20万啊，20万。那么正在以社区为单位进行就近核酸检测，然后进行居家观察。如果从这个规模来看，我认为是不够的啊，不够的。为什么？你想一下，第一，你时间点就有漏啊，有漏。第二，如果你是这么大规模的，就是检测的话，只有20万人。新发第一天就是15万人，15万到18万人。你从这个级别来说，我觉得这是不完整的啊，不完整。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目前的形势啊，分析一下目前的形势啊。第一，北京的疫情在社区传播的情况比当局发现的要严重啊，这是第一。因为当局采取的所有的防控手段，全部都是以新发地农批市场为源头来展开的啊，这个没有错，这件事情并没有错。但是方向是有问题的，方向是有问题。为什么？你看哈，我们根据流行病学的基本常识，只要你疫苗没有出来，实际上这个病毒是没有消失的，它还在社区啊，它只是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爆发而已。你只有出现了疫苗，然后阻隔这些病毒没办法往前跑了，这才消停。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疫苗的话，注射疫苗的话，其实这个病毒是一直在的，只是有些人没有症状而已啊。这是第一个。所以北京围绕着新发地展开防控措施，从当前来看是没有错的啊，就是你首先要从这里着手进行围堵，这是没有错的。但是实际上，新发地只是一个偶发现象，但是其实社区里面的病毒是仍然存在的啊，这是第一条。第二条，所以它的方向是有问题的，这方向有问题会影响到整个的疫情防控的措施的安排，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现有的这种筛查没有办法覆盖既有可能发生感染的这个范围，那么这个筛查呢，就是存在巨大的漏洞。如果你所有的行为是围绕着这件事情展开的话，那你就必须全覆盖，但是你又做不到全覆盖，那就有问题啊！这件事情是漏洞非常大的。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北京的疫情有存在某种程度的不可控啊，那就要碰运气了，就是漏掉的那部分真没有啊，真没有。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从现在的情况来看，你想一下，从疫情开始感染，我们讲5月20号、5月28号以前，疫情已经在新发地传播了啊，这件病毒已经在新发地传播了。到5月13号啊，不，6月13号，5月28号到6月13号，
它关闭中间有多少天？中间有10几天时间，15天时间，将近15天时间。那么这15天时间中间的传播，那就早就出去了，我认为是早就出去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其他的病例报告？我不知道啊，我不清楚为什么没有报告。理论上来说，如果他5月28号甚至5月28号以前已经开始有病例，那么理论上他已经开始发病。那么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病例的报告？是没有症状还是其他情况？不清楚啊。但是毫无疑问的一条，就是根据我们这一段就去年到现在，我们到现在的这个疫情观察来看，如果是这种情况，那病毒已经在持续的扩散了啊，已经扩散这件事情已经正在发生。那应该怎么办？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就是一个措施：北京全市进行检测啊，在全市范围进行全面检测，否则北京市的疫情不可控。还用原来那种把大家关在家里的方法，那是不可行的，必须全面检测。为什么？你再把大家关回家里，那中国经济就完蛋了啊！那要么就是病死，要么就是饿死，就这2个结果，没有别的结果啊。那么我们分析一下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北京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面就有2个思路，就一个根本性的思路的问题，就是所谓清零行动的问题啊。清零行动本身是个非常错的行为。为什么？你想一下，我们都讲过，流行病学讲得非常的清楚，如果你没有疫苗，就不存在清零，不会清零。病毒没有办法，就是说你没有办法在这个社区当中或者在这个城市里面把病毒全部清干净，除非你有疫苗。没有疫苗这件事情不会发生。但是你看现在啊，中国急急忙忙的宣布他已经抗疫成功了，胜利了，我们取得了胜利啊，我们已经清零了，没有病例了啊，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这个指导方针就是清零的指导方针，其实是在误导大家，误导公众。其实他们自己很明白，就病毒一直在，只是没有大规模爆发，它在持续的传播，只要条件具备，它就会出现一次爆发。所以我一直讲什么呢？就在疫苗出来之前，持续的出现一些小规模的感染，我们不要用爆发这个词啊，我们说小规模的这个传播是正常的，这个太正常了，因为人类活动它是互相交叉的，它不是一个单线的行动啊，人跟人之间是多方位的交叉的，所以其实你要防控这件事情很困难，因为你不可能大家整齐划一像部队一样去，我们出去回来怎么样左右，那没有这种可能性。所以一个社会，一个正常的社会，你没有疫苗，你只能是控制住，就是让它不要大规模爆发，然后就进行持续的检测，把那些感染的人找出来，隔离治疗，就是持续做这个动作。你没有把你说啊，我们已经取得成功，这件事情是绝对不可靠的。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北京的情况就非常的典型啊，如果没有持续的这种筛查，但爆发的是迟早的事情。所以其实在疫苗出现之前，疫情的防控措施不能够完全撤除，不能完全撤除，也不能宣布你的抗疫胜利。只要疫苗没出来，因为总是会起来给你打脸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一定要通过什么呢？你一定要通过3件事情来改变这个局面。第一件事情就是科技，要用科技手段来解决问题。
科技是什么？科技是检测测试剂啊，检测手段、检测规模、检测模式、检测的成本，要大幅的降低检测成本，还有提高检测规模，就是科技水平，尽快的把疫苗生产出来、研制出来、生产出来。你必须通过科技的手段来解决问题，不是靠你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没有用，社会制度你在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社会制度是反着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科技手段，第二个对病毒的认识要不断的积累分析，让大家对这个病毒的认知越来越充分，它有没有什么变化，毒性有没有变化，传染性有什么变化，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我们针对这种特性，哪一种手段，哪一种的防控手段是最有效的，等等，由此而产生什么？产生对抗疫情的整体的思路和方案的优化。你必须通过这3个领域的进步，你才能够让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可控制啊，这是第3点。第4点，其他国家，欧洲、北美、日本周边国家，从现在开始要立即对来自北京甚至来自中国大陆的游客进行检疫措施，检测必须检测，否则就太晚了否则就太晚了。这件事情又发生了，又再重复发生这件事情，所以呢，周边国家、其他国家要尽快的重新确立对中国游客的检测啊，一定要开始对他们进行检测，因为现在其实很多检测速度很快，准确率非常高的，那就是花一点时间进行检测，否则的话这件事情就来不及了，又会发生一起大规模的爆发啊，这是第4点。第5点，给国内网友一个建议啊，第一，不要去北京了啊，有什么事情以后再说啊。第一，不要去北京了。第二，暑假现在6月份马上就开始放暑假了，暑假尽量不要出门了啊。现在的情况就跟我们当时看到的情况是一样的，所以现在就不要出门了，不要出去旅行。北京的网友们，3点建议啊，你们应该比我更有经验。第一，少出门；第二，多洗手；第三，戴口罩啊，就这3个。然后我们讲讲各地的情况啊，各地情况。辽宁、河北、四川相继发现了北京新发地病例相关联的疫情，就是大家知道新发地不仅仅是北京的菜市场，整个北方都有关系啊，因为很多地方给他供货的这些供应商来自哪里？辽宁、河北、四川，甚至广西都有啊。所以从目前来看，河北发生了3例啊，3例确诊是跟新发地农批市场有关的四川是1例，辽宁是2例，都是跟新发地有关的。然后北京的部分省际客运线已经停了，然后即将停运。首都机场然后多条这个省际的巴士线已经暂停运营，然后北京去外地的火车也开始要暂停了有一部分已经停了，陆陆续续都会停。所以你看当然我相信它会慢慢随着疫情的发展，慢慢的又会发生我们之前看到的情景先各地开始对北京开始做反应了上海最先启动，北京来沪人员一律14天集中隔离，2次核酸检测，然后对所有途经北京途经中度风险的来沪、往沪、返沪人员一律14天严格社区管理，就是居家隔离
2次核酸检测。据不完全统计，河北、内蒙、天津、辽宁、江苏、山西、黑龙江已经发布公告，如非必要，市民近期不要前往北京啊。那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情况还是很严峻的，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我今天做这个节目，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北京的疫情现在突然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情况掰开了一看，虽然他公布的数据，昨天的数据是少的，减少了，36减到27吧，我看一下，27。但是我认为大家对这些数据不要太相信啊，反正中共撒谎成性这个东西不好说啊，吹牛皮，说他们吹牛皮。5月8号，新华社5月8号，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说这个疫情的事儿啊。习近平的讲话，我把习近平讲话读一下，大家就会很有感受了啊。习近平强调，在疫情防控斗争中，我们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一体行动，各地区各部门立即响应，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显著的优越性，能够战胜任何艰难险阻，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重大贡献。这就是习近平讲的啊。我就顺便为什么在这特别要读呢？就是反正从5月份开始啊，中国就一直在推销他都忘记了疫情从哪里来啊。北京是中国的重中之重啊，然后重点防范，结果还是出现了状况。其实这种状况本来是很正常就是说疫情的反复啊，从疫情的这个流行病的角度来说，这非常正常。但是，谁让你吹牛逼呢？吹牛逼就得打脸，所以蔡奇没给习近平长脸，反而拆台啊。那么打脸为什么会打脸？打脸就因为你违反自然规律啊，吹牛就要打脸啊。另外，你从中国从2003年非典到现在啊，发生了这么长时间，死了这么多的人，然后你看看，科技没有进步，观念没有进步，水平没有提高啊，就是会吹牛逼啊，然后到处传经送宝，到处吹牛丢脸，忘记谁是始作俑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清楚、讲明白。大家一定要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习近平讲的非常的对啊，讲的是什么呢？疫情防控斗争实践再次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国家治理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德性啊。我就讲完啊，今天我们的议题就讲那么多。那么我会最近一段时间我会密切的关注这个北京的疫情的发展。我也提醒在座的诸位保持警惕，保持高度警惕，这件事情绝对不可掉以轻心啊！我们宁愿在这件事情上把问题看得更严重一点，总比就像当初你要知道武汉为什么会是那个情况，武汉的情况就是当它发生了第一例，到它1月23号封城，1月20号开始启动响应，中间经历多长时间大家知道吗？2个月的时间。
这2个月的时间，武汉没有做任何的动作，这就是武汉的情况。所以为什么我当时我看到的一个，后来有一个，大家记得袁国勇吗？袁国勇做了一个，他最后怎么办呢？他对这个湖北，最后从湖北来的有452个湖北人，他们对湖北这有452个湖北人进行检测，发现有4%的人是有抗体，然后他就用流行病学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得出的结论是湖北可能有220万人是感染，220万人，这跟我的评估是差不多的。我认为武汉就是这2个月的时间，是武汉是没有做任何的就是防疫手段的。那么我认为整个武汉市至少有100万人是被感染。那么这个袁国勇他们分析是整个湖北就有220万人，我觉得是大体上是差不多的大概差不多的。大家就算一下，按照死亡率来算，你算一下会死多少人啊？所以中国的武汉的死亡率应该比其他地方要来得高得多得多。为什么？当时的大规模的爆发，整个的医疗系统全部崩溃了，所以武汉的死亡率会比其他地方高很多。你以这个来算，武汉因为武汉肺炎导致的死亡不会少于10万人，这是我的判断。袁国勇的这个分析坚定了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大概就是这样。好吧，我们现在今天疫情的主题我们就讲到这里然后我们现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点赞非常重要。我们上一个视频再上一个视频5毛都是以300-400为级别的来点彩，所以大家一定要点赞请大家务必点赞，就在这里马上就做好吗？帮我点个赞，谢谢。另外一个最近平台洗粉非常严重，每天至少洗掉500非规模很大至少500以上所以大家请各位一定要去检查一下什么呢？检查一下你的订阅还在不在，请大家反复的检查。我有个网友跑来跟我讲，他说他连续4次被取消订阅，他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网友，他4次都订阅了，然后4次都取消，然后他说我现在每天都看，取消了我就订上，请大家也来这样支持我因为取消了不仅要点赞，而且要转发，而且要检查订阅，而且还要什么？而且还要点亮小铃铛参加我们的直播，这个非常重要。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节目，我现在有一些设想，我回头慢慢的我会做一个完整的交代，给大家讲一下我想做的往前走，继续怎么样往前走。我们不能够停在这里我们要继续的进步，继续的发展，好吗 ？OK， 好，我们现在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3个情况、问题、观点。我们今天特别请这个北京的网友讲讲你们现在的情况，分享你们的情况，让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好吗？因为现在官方的媒体基本上我们要非常小心他们的信息，好吗 ？OK， 明谢一下May 武汉，谢谢 Daniel Yong， 谢谢姥姥王，谢谢代表已知 Vicky 曹向翻墙的朋友们致敬，辛苦了，我们连翻墙都不会，如果住在中国就会窒息闷死，不会的，姥姥王。
你住在中国，你也会学会翻墙。如果你有这样的欲望的话，一定做得到。陈强，谢谢。张涛，谢谢。这次新冠揭示城市超大化的一种隐患，高密度的人口聚集区域都是疫情难控的重要因素。是的。蔡安，谢谢。今天加入会员了，总感觉支持王老师也是为世界做贡献的一种方式。愿荣光归香港，谢谢你。半日阳光，谢谢。王老师的坚持和执着是我的榜样，谢谢王老师，继续支持你，谢谢。Jane Torres， 谢谢 Torres， 谢谢 Bella Ray， 谢谢。漫画拼图，谢谢。支持王舍，向 YouTube 争取自己的权益，就是支持自己的权益。王舍，请加油，谢谢你。好，情况打卡北京，差不多。Every 里，谢谢打卡北京。今天通知所有餐饮从业人员免费做核酸检测，说是就今天一天免费，结果去的人太多，大部分都没检测上，感觉有点慌乱。情况打卡北京，差不多直播开始的时候，北京市疫情防控发布中心宣布，即日起，北京市应急响应由3级调至2级，这是北京全市的。我觉得调至2级是不够的，应该直接调到1级。为什么？如果你慢了，大家要知道，你做的所有的防控手段是有时间出去的，你的手段没有病毒跑得快，病毒跑得非常快，所以你一定要反应很快才行，甚至你要打一个提前量才行啊。情况今天的北京疫情发布延迟到22点才开，而且没提今天有多少确诊病例。为什么呢？我就一直没有等，就没有出来嘛啊。北京爆发疫情后，北京飞往国际的航班班班客满，又将疫情传播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各地一定要采取检测。你要全世界如果又不检测的话，麻烦大了啊，麻烦大了。提问：王先生认为这次北京疫情的爆发，中共能像武汉一样隐瞒内情吗？加州6月12号确诊感染激增为近4000人，怎么我的邻居们都无感？是因为医疗系统井然有序吗？加州已经增加到4000人，那麻烦大了，那就是这又来了，这为什么不吸取教训呢？这些人世卫呢？世卫怎么说？哎呀，我今天没看到世卫的情况。提问：王先生，情况帝都各区小农批农贸市场摊贩90%都要亲自去新发地批进货，只要5月31号去过新发地，6月15号必须自我隔离。昨天住在第一家甩卖。这个情况已经控制不住了，我认为已经控制不住了，有问题啊。为什么大家要知道，现在病毒的毒性其实是在下降的下降的，病毒的毒性是在下降，但是它的传染度是在上升的。为什么？病毒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东西啊。它为什么要降低这个毒性？降低毒性就是让它的宿主就是人不要死掉，因为死掉它跟着一起死掉，所以它没办法。它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就是传染出去，然后活在宿主身体里，所以它会把毒性降下来，但是传染度会提高。大家想一下，当它把毒性降下来的时候，就会出现很多什么情况？就会出现很多那种没有症状的感染者，这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当他没有症状的时候，他不就帮助他传播吗？所以病毒很狡猾。你现在问题，武汉发生的情况是什么？武汉发生的情况就是爆发点也在农批市场。农批市场是个完美的场景。
潮湿，又有生肉，又有人又多又聚集，那它是完美的爆发场景。新发地也是一样，新发地比这个武汉的那个海鲜市场还要完美，因为它规模那么大。那你想一下，中间有10几天的时间是没有发现的这个情况，它已经在那边传播了，它已经感染了。那你想一下，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很多人从这里批来，那感染了以后就传播到小区去。所以实际上，如果你仅仅沿着你现在已知的范围进行防控，那就是防控不住，问题就在这里啊。观点：疫情让进口三文鱼背锅，是因为掩盖不住，然后把对病毒源的关注转移到外来输入，目的还是稳住国内恐慌。没有，现在对溯源已经没有意义了，溯源这件事情已经没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开始在你这边开始传播了，你溯源有什么意义？你说溯源，我溯源当然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功能？我通过溯源，我能发现是不是其他地方也会有同类的情况。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是你现在这边已经在着火呀，这个火已经起来了。你说啊，我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火头，你先把这个火头先摁住再说。当然你那个工作也可以继续做，但是关注那件事情，同时你重点的工作还是要把这边摁住啊。所以你现在讲的三文鱼，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不用讨论三文鱼的问题，因为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现在你这个就以这个新发地为核心，它的传播范围有多大，来考虑这个问题。先把这个问题讲完，这个问题我认为已经出现了不可控的情况啊。情况抗击疫情白皮书发布没几天，就发生了北京第2波啊！主流媒体怎么没报道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呢？自己又开始自己打自己脸，那就是啊，我已经打了一次，你又顺便又打一下，可以打得好。情况从明天开始，6月17日起，中小学各年级一律停止到校上课。各在京高校含高职明天起学生停止返校，学校可以通过线上办理、远程服务等方式做好毕业生的毕业离校工作。学前教育阶段从明天起6月17号，已复员的大班幼儿班一律停止来源，全市各类幼儿园均不再开园，校外培训机构继续暂停线下课程和集体活动。那你这小孩子一不上幼儿园，那父母怎么办？父母就得在家待着了。那北京又开始差不多进入关停状态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北京差不多又在关停了啊。情况：前2天朋友家人开车走高速，路过新发地，新发地门口有条高速路。今天公安和街道竟然联系上他，要求他做核酸检测，并要求隔离14天。这工作效率真是让人笑掉大牙。大数据是可以查到的，就是你经过的时候，他会把各个元素放进去啊。那这工作效率很大，不，它跟工作效率没关系。用大数据，你把各个条件放进去的话，那都会出来的啊，因为它已经覆盖了。就是我之前讲的，健康码很厉害的，微信是个非常厉害的东西啊。如果它没有底线的话，你们所有人都没底。哈哈。坐标北京大兴，我住在大兴高危地区，附近小区已经有感染案例。前段时间我去过新发地，社区打电话来要求核酸检测，我于15日做了检查，自费，目前没有结果，在居家隔离，检查的人很多，目测几百人。他为什么不进行全市性的检测呢？我觉得很奇怪。你同一时间全市进行检测多好，
然后你这样的话能够有规律的排查，不知道啊，他们这个社会主义优越性还是不够优越啊。情况同样新增40家病患，北京和东京一边是集体上街端枪巡查，另一边是集体上街吃喝购物。情况：父亲肠癌中期，准备做手术，结果主刀医生小区封闭，居家隔离。今天劝我们回家，等主刀医生小区解封，至少2周。次生性灾难，人道灾难，就是这样，就是这样。他们就是这种鬼事情，在中国就会发生这种鬼事情啊。观点：习政府的危机管理还是停留在文革水平，甚至用词还是文革化啊，是东西南北中、人民战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用中共自己的语言就是政治挂帅，实际上就是反科学。比如仍然使用当初 SARS 的封城方法来治理这次新冠疫情，全然不顾新冠病毒、武汉肺炎可以无症状传播的特性。这次北京疫情还有个特点，特意把时间设置在5月28号之后，就是为了避免大家联系到两会。又是一个不顾科学击掌政治的例子，非常正确。特地讲5月30号，其实不对的啊，其实应该是5月28号，甚至以前，那就是两会没结束。两会没结束，你想什么情况啊？观点：王老师你好，坐标北京，个人认为，不要个人认，我认为武汉与北京是惊人的相似，一个海鲜市场，一个农贸市场，太巧合了，都是老百姓聚集以及食物贩卖地，总之我们老百姓最倒霉。这两个地方，就是说，其实这两个地方，它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特别容易爆发。其他地方在传播，其实一直在传播，啊，直到它传播到了农贸市场或者海鲜市场，它就产生了爆发。其实这疫情是这样的，它也在传播，但是它没有这么完美的场景，它传播速度慢，规模小，不觉得。因为毕竟是武汉也好，北京也好，都是过千万的城市啊，看不大出。所以它其实你可以知道哈，中国它不是已经建了一个这个流行病的预警系统，完全无效，完全没有用处啊。然后到了农贸市场或者是海鲜市场这种人群高度聚集、高度流通的这个地方爆发了。所以它不是巧合，它这个流行病学就是这样，就是这么来的啊。它比中国，你看它建立那个系统，其实完全没有效果。为什么？理论上你不爆发，它也应该预警，也应该告诉你，哎，有问题，有状况，它没有报告，直到了这种爆发的状态，它才报告。那你要的系统干啥？情况：中国航空公司只会趁火打劫，而且打劫自己的国人。刚刚看了东航8月底9月初的东京回上海的机票，还要19790元，不含税，比市场经济还要市场经济，感觉是在抢钱。很正常。为什么？你想一下，5个亿是什么概念？5个亿就是供应非常的少，市场需求很大，价格一定是跑上去。就算是这样，其实这些航空公司都在赔钱，赔大钱，因为很多飞机它根本停在那里，根本不用，折旧就搞死你。所以航空公司其实现在虽然你看每张机票卖这么贵，但是其实航空公司每天都在赔大钱啊。观点：疫情持续小规模爆发无法阻断，只能延缓，保证传染人数在医疗能力可控范围。我住在柏林，这里每天大概还有30到40的确诊，但生活已经基本恢复正常，大家也并不感到紧张。可见德国流行病学家一开始推荐并坚持执行的策略行之有效，这是非常正确的啊，非常正确的。所以其实在疫苗出来之前，所谓的抗疫胜利把这个敲锣打鼓的吹出去，
是非常愚蠢，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啊。观点王者好，我比较赞成实验室病毒的说法。你之前视频说今年真的什么都不建议做了，稳定过渡就好。我做生鲜的，做的一脸灰。听取了你的意见后，我当时幸好没有再扩其他产品，希望大家都好。是的，在今年能活下来就不错。所以做生意哈，我讲的是做生意哈。那今年就不要想说我怎么挣钱的问题，不讨论这个问题。今年做生意的人能把你的公司养住，不要扩张，把公司养住啊，把人员减到最少，能够正常的运作，就已经很了不起啊。所以不要惦记说我能够挣把什么，你不要觉得自己很聪明啊。你看这一把上来啊，之前做餐饮开业的，我不知道那个网友还在不在啊？说他们已经说中国的餐饮业已经恢复了80%还是90%，你就看吧。我就觉得我是不相信那个数据的啊。虽然你说你是做平台的，但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觉得就算是你恢复到8-9成，这一把下来又得完啊。观点谈点不同看法，感觉北京对这次疫情爆发反应太大，根本无需这么慌张，全民检测无必要，应该学日本、台湾成功经验。日本、台湾的经验，你不能只看后头，你得看前头。什么叫前头？你看他们在前面做的功夫，然后再看到后面的结果。结果是前面有一系列的管控手段，你看看台湾的管控手段，上网去查查，我们就不说了啊。台湾有今天这个结果啊，是因为前面做了那么多的功夫，才会有今天这个结果啊。你不说前面的那些，你光说后面的那个，你不作死吗？你想一下。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北京现在要非常的紧张才行，不能不紧张。你这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会要命的啊，会要命的啊。观点：新发地市场突然被封，商贩存在里头上百吨食物烂在里头，好些人损失几十万。墙内有报道，同情这些商贩的损失，但底下好多网友的评价是，这些商人反正这么有钱，损失这一点不算什么，病毒不扩散比什么都重要。只能说老百姓还是小农的自私心态，自己的损失比天大，别人遭殃根本没有同情心。往上一层来说，他们所谓的爱国其实就是一种从自身利益出发的思维的延伸。这就是治理水平啊，这是习近平讲的治理水平啊，对吧？我不冤枉他嘛，对吧？你没有其他的办法吗？你没有其他的措施吗？你不可以把事情做得更好一点吗？对吗？一定要把食物烂在里面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账要算在谁头上哈？其实那底下的那些留言呢，是问题啊，是问题，老百姓的心态是问题，但核心的问题还不是老百姓那儿，核心的问题还是政府那儿。你干嘛要让几百吨的食物烂在里头？你不可以把它弄出来吗？你不可以做检查吗？你不可以把这件事做得完美一点？好，不要说完美吧，说的靠谱一点嘛，是吗？观点：媒体人的责任就是质疑，好大喜功的媒体就是疫情的推手，非常正确。观点 ：CCP 逻辑，对待别人的指控，你有证据证明是我干的吗？当别人质疑自己甩锅的时候，你有证据证明不是你干的吗？观点：国内关于疫情的数字完全没有意义，就像当初武汉一样，都是悲剧。在北京的都要自己多多考虑，平时没准备的，可能是时间战，其他地区要留个心眼儿。非常对，北京的网友特别要小心啊，就是
该备货的备货啊，该准备的准备，该买口罩、该买手套、该买这个防护衣物的都要做起来，都要准备起来啊！就这个时候做准备，不要临急临忙赶不及，好吧？我反正觉得，在这个时候做多一点的准备工作不过分。刚才那个网友我不同意啊，真的不同意啊。情况现在有一种检测试，15分钟知道结果，验血。准确率99%，中国也有这种检测，只是不让用，只有试剂盒、测试盒。为什么不让用？观点，我认为他们还是在想维稳，直接一级响应会把其他城市的人都吓死。经济已经够差了，再搞一搞，所有人都得在家蹲了，中国经济还有救吗？就是还是没有进步。一级响应，你觉得把所有人关家里啊？我觉得。提问，老师能说一下中印边界的问题吗？上次出了事儿，我觉得就是小摩擦，打不起来。今天的新闻是两边一共死了8个士兵，伤11人。中印边界打不起来，为什么？中印边界打不起来的原因是因为这次挑事儿的是中国啊，中国在这边挑事儿，为什么？印度那边要修一条公路。那条公路是跟边界有关系的公路啊，中国不想让它建，因为中国知道它那公路一修起来，那它在边界的反应速度会很快，所以中国去找它的茬。但是实际上，中国现在有没有本钱跟印度打一仗呢？我觉得中国是没有这个本钱。你看看，到处都是火啊，到处在着火啊，你还点一个火啊，更大的火啊。脑子进水了也不能这么干吧，是不是？你说一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中印边界打不起来，中国会退让，一定会退让。你把这到处都是火，你还点火，怎么可能？提问王老师可不可以做一期有关中印关系的节目？在未来可能改变中国的几个因素里面，我觉得中印关系是一个因素，在历史上和印度交往深刻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内核。我不觉得印度跟中国的关系对中国有那么大的影响。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印边界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就是高山系统。这个高山系统其实是阻碍了2国的交往，所以你看中印之间有没有关联？我觉得中印之间没什么关联，就是因为中间隔着一个喜马拉雅山，而且这两边。这边是藏区，这边印度那边就不要说了啊，就是说，你想这2个情况，我觉得除了打仗没有其他的交往，但是从现在这个阶段来看，中国没有本钱跟印度打仗，所以我觉得不存在什么太大的中间会有一些摩擦，这个一定会发生，但是会有什么激烈的冲突，我不觉得。中国肯定你得掂量你现在什么情况，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不觉得中印之间会有太大的题目要做啊。提问王老师，澎湃新闻发布环保督查又要开始了，会不会加速中小微企业的倒闭？加速师又来加速了嘛？是的，就加速是天天在加速。你看昨天我们说的这个网店的追税，那不就加速嘛？这不又在加税嘛？啊，加速。为什么哈？很简单，小康社会有指标的，他在做这个呢，这脑子又是进水。关键有个问题，新发地供应北京70%的菜肉，这几天怎么办？北京人民吃什么？我不知道。这个他们就是这样的管理水平啊，就是这个水平，就是这么差啊，他就是这么差，你怎么办？他有没有备选的方案？肯定没有备选的方案。他有什么备选的方案？他就是头痛医头，叫顾头不顾店啊。提问：我们公司做宣传片的，现在大环境下，我们公司不仅没减员，而且从3-5个员工扩张到70个员工。
虽然老板很有钱，但我还是搞不懂。我们做的都是政府机关有关宣传正能量的视频，这个和政府扩招公务员有共同点吗？没有啊，说明他们在扩大洗脑的力度。经济越不好，越要洗脑，洗脑你们就活多啊，这就是现在的情况。观点：水灾肺炎若发生在去年以前，香港人民会拼命的捐钱，现在没人张罗救灾捐款了，因为没有香港人民的支持了。情况：验血是测试抗体，不是让数据不让用，是数据太敏感，政治不正确啊，原来是这样。观点：中国的电影局非要全国统一开业，结果现在在这个情况下，电影院又要开不了了，100万电影人已经坚持不住了，这不已经跳了一个了吗？情况：我最担心三峡，不是担心会溃坝，而是担心他们不惜一切保三峡大坝，大量泄洪。大量泄洪，那就湖北不就完了吗？观点：中共又要2次投毒了，抛出一个武汉，搞了美国200万，现在把北京抛出来，美国没有1个1000万打不住。欧洲这回将没事，中共要拉拢的，杨洁篪去夏威夷就是个烟幕弹。你这个叫什么阴谋论，很阴谋啊。观点：中共媒体开始对其他国家华人进行错误的宣传和洗脑。在马来西亚，我见许多本地中年华人，大概40岁到70岁，已经被洗脑。请问在国外有这种现象吗？非常严重的现象，非常严重的现象。好吧，我们时间到了，我差不多看一下王老师好，今天和昨天大陆媒体疯狂推送，说周一美方修改华为禁令，允许其参加 5G 标准，是什么情况？代表什么？我昨天说过了啊，这种自嗨一点意义都没有。我觉得华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美国商务部的这个通知，其实在上个月已经这个消息已经出来了啊。情况是什么？我再解释一遍。情况就是因为美国商务部制裁华为，所以美国的所有的电信供应商和这个网络供应商，在只要华为出现的场合，他都不去。这是第一。第二，也不会和华为讨论 5G 标准的问题。所以呢，华为就等于控制了关于 5G 标准的这些会议的话语权。所以这些呢，电信公司、网络商呢，就找这个政府说，你这样，你是不是澄清一下，我可不可以跟华为讨论这个 5G 标准的问题？我可不可以出席华为出席的这些国际会议啊？所以商务部就专门出一个通知，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可以知道，其实美国的企业非常的守规矩的啊，守规矩。你没有说可以做的事情，我都不做。它的规则就是这样。为什么？安全比什么都重要啊！没有安全，你再挣钱都没有用了。其实，所以呢，美国商务部其实在上个月已经出过这是一次，当时是提出讨论，就是那次新闻已经出过一次。那一次呢，媒体就不报清楚谁干的坏事呢？就是路透社。路透社故意不把这件事讲清楚，讲个乱七八糟。大家都以为商务部又放华为一马，商务部没有放华为一马，所以实际上呢，商务部就专门出一个通知，这个政策是什么？上次是提交审批，这次这个政策正式出来，就告诉网络供应商、电信公司，你们可以去参加所有的跟 5G 标准有关的讨论的会议，不管华为去不去，你都可以去。这第一。第二，如果有需要，你也可以跟华为接触，讨论有关 5G 的问题。你要知道什么情况哈？美国商务部的制裁清单一出来，我跟你讲，美国公司，所有的美国公司连华为的邮件都不收，都不打开，电话不接，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后果什么。如果他不是那个延3个月这么
90天那么严的话，美国公司连他邮件都不打开，就是这么守规矩。所以如果他到了3个月9月中吧，美国商务部一停，你看华为是什么情况，大家等着瞧，好吧，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国内的媒体在那自嗨呢，这个其实我们上次节目已经讲过的啊，大家传播一下这个信息吧，好吗？好，明谢一下 Jan 丽，谢谢司徒平，谢谢米卡卡，谢谢，我是 YouTube 付费会员，第一时间也加入王先生的会员，好处是没有任何广告打扰，不会被洗粉，欢迎大家一起加入会员，谢谢王 T， 谢谢支持王老师，请问王舍上海趋势怎么样？要防备吗？上海没有，我没有去了解这个情况，我因为现在只是在关注北京，抱歉啊，你自己了解一下，我现在还不能够回答你。刘毅，谢谢，请王老师喝茶。张涛，谢谢。王老师不要以为中共脑子不会进水，否则他们也不会落到今天这外交理论的状态。也是，说的也对。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大家新来的网友加入我们的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检查你的订阅还在不在，把我们的视频分享出去，谢谢大家，谢谢。